绽放多少烟花才灿烂？灿烂后的平淡，谁欣赏？心慌意乱，原来也是一种成长。慢慢等时光找出答案，终于明白了一座一座的山，是为了坚定最坚定的信仰。演出的陪伴，孤单聚散，黑点寒，化成了温柔的倔强。岁月的温柔多倔强。佩佩，今天这么早啊？最近在忙什么？怎么老是不在店里？考尔基的产品也要发布了，所以比较忙。我记得你女朋友也叫 Cora， 怎么这么巧？就代表儿子跟 Cora 有缘啊。我看他是故意隐瞒，那个女的根本不叫什么 Cora， 她是陈火昌的女儿，对不对？对不起，佩佩，我不是有意隐瞒你。姚家，达达呢是想到你的感受才这样做的，你不要生气嘛。佩佩，我知道你对陈老板有意见。如果你真的反对我跟以诚在一起，那我就跟达达，不行的，你们不能分手。姚家，我又没说什么，干嘛这么紧张？你真的喜欢那个女生？嗯。她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你？她很善良，很热心。他一有空就会到流浪狗之家当义工，街坊跟顾客有问题，他也会帮忙解决。而且啊，现在是他交女朋友，让他自己说。我也说不上来，喜欢就是喜欢，没有什么理由。说的没错，喜欢就是喜欢，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像当年我喜欢你二妹一样。算了吧，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你自己做主吧。你不反对我们在一起了？你这一个人就是太拘谨，跟这种活泼大方的女孩在一起，正好能互补，我没理由反对。姚家，还是你开明，要不然他们两个都不懂要搞地下情到什么时候。谢谢佩佩。才亲一个吧。Room service， 叫了香槟跟香美人庆祝一下。你果然在这里，走开，走开！别闹了，老公啊，你是狐狸精，你勾引我老公，你是谁啊？你不要脸啊！我别闹了，别再闹了。你说不好自己老公，关我什么事啊？是啊，如果没有你这种贱货，我老公会被诱惑吗？哎，不要拍，别拍了。拍！我就是要给全世界看这个死小三的脸。他不是小三，他跟我没有关系。八婆，脏女人！再说你脏，怎么样？你们看，啊，这个阿梅她到底是怎么了？哎，这样好了，闹成这个样子，她
他以后怎么见人啊？艾梅她的本性不坏，只是容易气馁。她现在等于自甘堕落，还是赶快找到她，不然的话会很危险的。可是他都不接我电话，也没有回我简讯，我看他是把我 block 了。现在也只有一个人能劝得动她。你算什么妈妈？生我又不养我，这么早死干嘛？一个人在天堂享福是不是？留我一个人在这里？但我其实不想，我不想一个人。没有放过我！怎么了？哦，没事没事，我早上拉筋拉过头了，腿有点酸。哎，你先去找啊，去。那你慢慢来，我先去啊。爸，艾维的。勾三搭四，犯贱了你！不要再讲，不要再讲。对不起，就是我，就是我我不想。你不是干那个的吗？还能干什么？不要哭了，脏女人，做妓女的就是这么脏，没用的女人，人家都讨厌你，我就是要告你，告你！走开！走开！你不要！肚子饿了吧？想吃什么？我下去楼下食阁买。不用了，我不饿，你去吃吧。再怎么没胃口，也要吃的啊。我下去打包上来。哎，柯爷的妈妈，这么巧在这里遇见你。我来这里看我朋友，他刚动完手术。你呢？哦，我是来看我女儿的朋友。那以晨呢？她在楼上，我下来买些吃的。
那我先去看我朋友了。啊，好。哎，等等，你有没有时间？我们聊一聊。谢谢你上次帮我约你老公出来。其实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不知道你老公有没有跟你说过，他爸爸是我师父。我师父曾经在我误入歧途的时候，给过我重新来过的机会。所以，早在那个时候，我就把他们当成家人。你应该不只是想说这个吧？我希望你能帮我向你老公解释。你也看到了，上次我安排的饭局，他已经很生气了。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我也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现在我女儿和你儿子正在交往，我是担心会影响到他们。这一点你放心好了，我先生已经表明了立场，不会因为你们两个的关系而阻止他们来往。真的吗？是真的。身为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幸福呢？他也知道这些日子儿子变得非常开朗，都是因为以诚，他就没有再反对他们了。我只是觉得他对我怨恨那么深，不大可能会接受我女儿。你到底想说什么？说真的，为了自己儿子的幸福，把个人恩怨放在一旁，有问题吗？我也想孩子们好。我真的得去看我朋友了。明白。好漂亮啊！今天不是什么纪念日，干嘛送我礼物啊？这是公司的新产品，我觉得很适合你，就留一条给你，喜欢吗？喜欢。你送什么，我都喜欢。书记说的对，我果然是嫁对了老公。啊，对了，你说今天去医院探望他，他情况还好吧？手术很成功，应该是下个星期就会出院了。那就好。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提起了大鹏。最近你有没有看见他？很长一段时间没见面了，怎么突然聊起他？刚才讲到做生意的事，书记才提到大鹏最近的生意状况，还搞到要四处借钱。是吗？为什么没有吃药？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你不吃药怎么会好起来？我为什么要好起来？因为还有很多人关心你，很多人爱你。像我爸爸，我们都希望你快点好起来。你这样摔下来都没有事，一定是你妈妈在保佑你。人都死了，还怎么保护我啊？他要是真的爱我，就不应该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受人家白眼。那好，反正你都要死了，你妈这手镯留着也没用。你在干什么啊？这是我妈的东西，你凭什么这么做啊？你看你，其实你不是不在乎，
而是太懦弱。你不敢去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只懂得逃避。你和你妈比，实在差太多了。凭什么教训我啊？你是谁啊？其实这手镯是你外婆留给你妈唯一的东西，她十分珍惜。她为了你，她义无反顾的，她去当了2次。当年你妈被有夫之夫骗，还意外怀上了你。那个男人不愿意负责，还逼你妈去堕胎。你不把它处理掉，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把他当什么？不喜欢就把他处理掉。当初说过不要孩子的，是我瞎了眼，都是我的错，我的错。孩子你不要，我要。放手啊，放手啦！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的。这翡翠的水多好，保养的也不错。看来你很重视这个手镯，它对你来说应该很重要吧？这手镯是妈留给我的，平时我都不舍得带出去。所以这是你家传的，这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你确定要当掉它？没办法，为了养活孩子，老板，这个手镯能够当多少钱？可不可以当多一点点？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要不然孩子跟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要怎么生活。那你家人呢？我被赶出门了，可是这不关我爸的事，是我自己笨，是我自己被男人骗，我自己辛苦就好了，孩子不可以陪我一起辛苦。老板，这个手镯可不可以给我多一点点钱？你放心吧，这手镯放在我这，价钱好商量。这手镯是妈留下来给我保平安的，没有想到今天竟然拿来救急。你换个角度想，你用这个套线来应急，也算是保平安。虽然你妈靠当手镯的钱顺利把你生了下来，可是需要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所以月子还没做满，她必须出去工作。她未婚生子的事，不知道为什么传到她工作的地方，大家都在背后闲言闲语，加油添醋，说尽那些难听的话，甚至还故意针对她。但是你妈一想到还在嗷嗷待哺的你，她都忍了下来。我妈从来都没有这么告诉过我。因为她能把你抚养成人，已经是她最大的满足。她不想让你感到压力，所以从来都不跟你说她自己有多辛苦。这手镯，她第一次当了之后，她是花了好多年，存够了钱才把它赎回去，因为她说要把这手镯传给你。但没想到还没有机会给你，就要把它当第二次帮你还债。可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办法赎回去。其实我很羡慕你，你知道吗？
你有一个那么好的妈妈，一个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放弃你的妈妈。你看你跟我比起来，是不是幸运很多呢？我理解那些流言蜚语是很伤人的，但你想想，你妈当年没名没分带着一个孩子，还要受到旁人白眼，她也熬过来了，你也可以的。我真的可以吗？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只要好好过生活，生活自然会好起来的。你当年是你妈生命中的推动力，现在就让你妈成为你的推动力。那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决定权在你手里。我和以晨都很想再见到以前那个充满朝气、积极乐观的杨爱梅。迷路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迷失自己。不过，只要有你最爱的人紧握着你的手，陪你一起去面对恐惧，你就一定能重新寻回自我，踏上正确的道路。妈，对不起，以前总是让你操心难过。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好好活下去。勇敢并不代表不心慌，心慌意乱原来也是这条路或许不会这么顺畅，甚至可能会崎岖坎坷，但是当你的一切决定都是出自于爱，无论再艰难的困境，你都能有勇气跨过去。是为了坚定最坚定的信仰，沿途的未满黑暗惊慌和一天旁，化成了温暖的微光，拥抱多少失望才勇敢，勇敢并不代表不心慌，心慌意乱原来也是一种成长，慢慢等时光交出答案，终于明白了一座一座的山，是为了坚定最坚定的信仰，沿途的陪伴、孤单、聚散和一点恨，化成了温柔阿昌啊，你又做了亏本生意啊？我们又不是开善堂。艾梅说，她会分期付款，把手中的钱还给我们。那要等到何年何月啊？唱歌出马就是不一样，3两下子啊，就让艾梅迷途知返，重燃对生活的希望。好，梅姐，你就是偏心，就我有帮忙，又不见得你夸我。我的话都还没说完，你这次也是功不可没。其实这次最大的工程不是阿格，也不是我，是艾梅的妈妈，是她的爱感化了艾梅，
母爱真的很伟大，就像我妈，她为了我们的家，才搞到一身病痛的。所以你更要孝顺你妈妈，知道吗？不只是妈妈，爸爸也是很伟大的，也很不容易的哈。阿格，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妈妈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样？感激他，我感激他帮我找到一个那么好的爸爸嘛，哈！你们想一下啊，如果我现在跟着他的话，我可能呢会被继父虐待，或者迈入监牢，过得多惨啊，是不是？哪里会像现在过得那么幸福，那么好啊？你当然过得好了，因为被虐待的人是我，我现在很后悔，很后悔，很后悔啊！不可以后悔的，怎么可以后悔？你后悔没有用啊，现在断档了啊。阿昌啊，你就认命吧。你的阿哥那么鬼灵精怪，就算他要当，也没有人敢收了。什么没有人敢收？张叔，我那么聪明伶俐，我跟你打包票，如果我爸爸真的要把我当出去，响当当会被挤爆门。不用讲，第一个肯定是扑克脸。应该也只有他一个人了。张叔，怎么可能？像以晨这么好的女生，一定很多人抢着要的。还是你爸的。Hello. Hello, can I help you? Hi, I'm here to help my datuk redeem his sarung. I think he bought it in the 60s. 60s 啊？ Do you still have it here? 哎呦，wait 啊，爸，他说他外公在60年代当的东西啊。哇 ，1960s. Do you have the pawn ticket with you? Actually, my datuk has dementia. And he can't remember where he put his pawn ticket. But I have a photo of him wearing it. Wow, that's very long ago. Why do you suddenly want to redeem it? My datuk suddenly keep looking for it. That's why I came over and try my luck. 哦，明白，你问我，I help you check. 我找带他。哦哦哦。浩然，跟我来。老板，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没有，没事。要不要去看医生？哎呀，看什么医生啊？我没事啊，快点找，不要让人家等太久。你往下面找，应该就在下面。去。哦。老板，找到了。哦，拿下来。哇 ，You are so lucky! I found it. Wow. Sarung is so well preserved. I think my datuk will like it. How much is it? $5.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Thank you. 拜拜。帮他保管了几十年，才5块钱。当年的当价就是5块钱。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年头还有那么孝顺的年轻人，为了他爷爷一句话，还特地跑来这里找沙龙。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们要当沙龙？那个年代很普遍的，当时也流行一句话：榴莲出，沙龙档。就是你把沙龙当掉，然后拿去买榴莲吃啊？可是榴莲会贵到哪里去啊？你们就是太好命了，在那个年代啊，榴莲1年才出产1次，而且产量有限，价钱当然不便宜啦。对啊，错过之后啊，就要等多1年啦。所以很多爱吃榴莲的人，为了等到那一年可以吃到榴莲，就把家里所有比较值钱的东西啊拿去当。幸好他爷爷啊的沙漏是当给我们响当当，要是当给别的当铺啊，就变成抹地铺了。好了，故事说完了，
大家回去支持他岗位。哇，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厉害的？都比我厉害了。没事的时候在家练的。你不要跟我说你这个伤是练这个练出来的。还有哪里受伤？手臂，还有膝盖上都有淤青。辛苦了。Falling stars from the sky left a trace I can follow. I found myself lost in your eyes. Every day, every night, got me thinking about you. I wonder if you feel this way. Tell me that you'll always be here with me. 你知不知道你很厉害？你好像想学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学会的。其实并不难。曾经有一个学者在书里提过，只要一个人愿意花1万个小时去学习一件事，那他就会成为那件事的专家了。那你是花了几个小时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准啊6个小时，40分钟左右。所以说啊，你的学习能力呢，就是比普通人强。就花了那么一点点时间，就有今天这样的成绩。说不定有一天呢，你可以代表新加坡成为职业选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职业选手。我学这个，全都是为了你。那，你是不是可以为了我做任何事啊？只要是在我能力范围内能做到的事情，我一定去做。那可不可以让圆满集团不要收购响当当啊？这不在我能力范围内。收不收购响当当，不是我能决定的事。可是，圆满集团是你爸的公司，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阿培一定有他的考量。再说，公司的事，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干涉，也没有那个立场去说什么。我爸爸真的很在乎响当当的。你要说响当当是他的命根子，一点都不夸张。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跟你爸说一说，商量一下？收购的事，也不是阿培的决定。毕竟董事局里还有其他的股东，他们会这么做，一定有他们的原因。我什么都不清楚，真的很难插手。可是你连试都没有试，就一直说不可以，你至少尝试一下嘛。好了，我们出来就不要谈公事了，好不好？你不是说想去试那家网红餐厅吗？我们现在就去吧。你不是不吃海鲜吗？为什么要点这个？我没仔细看菜单。那你吃我的吧。你不生气了？你有做错什么吗？我为什么要生气？你讲不出就是没有嘛。那我要生什么气呢？
我上一下洗手间。怎么去那么久啊？哦，洗手间比较远。那你去买什么？你知不知道，在远古玛雅文明时期，人们就坚信可可豆是天神赐给人类的礼物。它除了能够补充身体里所需的元素，其中的苯乙胺还能帮助调节人的情绪，让人感到快乐。希望这能让你开心一点。巧克力，怎么那么巧啊？什么这么巧？我帮你点的。那这个是不是别人所说的心有灵犀？老板，你要去哪里啊？我去找一个人。昌哥去哪里呀？老板说他去找一个人。哎呀，你跟着出来做什么？人家担心你吗？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走路都走不稳，你就应该好好待在店里，不要到处乱跑。我哪里有走不稳？是地上不平。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在你伤到了腰，就应该好好的休养，要不然再伤到怎么办？我只是去找一个人，会有什么事呢？你还是回去店吧。啊？你找谁呀？哈，我认不认识的？我陪你找啊。你不认识的。我是要去找我的旧情人。嗯。那我更要去，我要去当你们的电灯泡。好，那就随便你。昌哥啊，你的朋友给错你地址了吧？这里这个地方那么荒凉，都不像住宅区。不然我们不要找人，回去吧。啊，回去吧。我去那边看看。啊 ，Hello， 有人吗？有人吗？昌哥，我看是没人，我们还是走吧。哎，有人。哎 ，Hello， 这位大哥你好。你好，你好。请问这个地址在哪里？这地址啊，哎，就是这里啊。这里？嗯，这里以前很多人住的，但是几年前都搬走了。哦，好，谢谢你啊。OK，
昌哥啊，你到底要找谁呀？我在找一位老鞋匠的后代。这些都是你的谋生工具，你舍得当吗？我孙子的生日就要到了，我想买玩具送给他。哇，什么玩具那么贵啊？需要当掉你的宝贝才能买？那种电子遥控车。哇，现在的玩具这么高科技了。好，我给你开个好的价钱，祝你孙子生日快乐。谢谢你，谢谢你。看怎么样？多几个星期，我就会回来把他们赎回去。哇，那个老鞋匠也太宠孙子了吧！为了买生日礼物，连自己谋生的工具都把它当掉啊！可能是因为愧疚吧。愧疚？他觉得孙子会变成无父无母的孤儿，都是他没把儿子教好，所以就想在其他方面去弥补孙子。那他儿子发生什么事了？他儿子儿媳妇因为贩毒被判了死刑。这么严重？诶，那为什么那个老鞋匠没有赎回他的工具啊？没机会赎回，就发生了车祸。难怪。哎呀，可是昌哥啊，你那么辛苦，要把工具还回给他的后代，值得吗？可能人家都不在乎这些东西了。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乎，我只是想把东西还给他，因为这些都是老鞋匠留下来的遗物，对后人的意义深远。可是我们怎么找人？一点线索也没有，简直就是大海捞针。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但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我是希望能把老鞋匠的后代找出来，把东西还回去。好，我帮你一起找。哎，对了，现在社交媒体那么发达，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找人呢。我以前很多小学同学啊，都是在这个平台上面找到的。拿。有消息了，有消息了！什么消息？那个老鞋匠的孙子啊，上次我们不是在脸书上播叫找人吗？结果有人私信我说他是老鞋匠孙子的同事。你确定是我们要找的人吗？现在网上很多无聊的人最喜欢恶作剧。我已经确认过了，他真的认识老鞋匠的孙子，而且还说是他的同事。你怎么确认？我只是在贴文上透露了老鞋匠的姓名、工作，还有住在哪一区，他却能够给出完整的地址，还能够说出老鞋匠是车祸去世的，连车祸的时间和地点他也写得很清楚。你不相信你自己看。再看一下，是不是这里？是这里没错啊。是啊，是这里啊。Hello， 有人吗 ？Hello。绽放多少烟花才灿烂？灿烂后的平淡，谁欣赏？欣赏过的风景早已模糊不堪。所谓快乐悲伤，是否不再一样？拥抱多少失望才勇敢？勇敢并不代表不心慌，心慌意乱，原来也是一种成长。